我忽然间两只脚的小腿很严重的抽筋，然后呢，我接下来就开始往下沉。然后其实这时候我有同学从我旁边游过去，他看到我，结果他只丢了一句说，然后就游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是炎炎夏日的季节，对，那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应景一下，来跟大家聊聊呢一些关于简单的防疫观念。前几个礼拜啊，有没有看到呢？我在 YouTube 上面呢就是放了一个短片，就是呢我讲到说，万一你另外一半问你，我跟你的爸妈掉到水里，应该要先救谁？就我来讲啊，我说真的，我们就要先做好风险管理嘛。因为我先教会你怎么游泳，以后你就给我自己游上来就对了。前面这些有些是玩笑话啦。那其实我说真的，很认真的在讲，我们谈防溺这件事情的话，其实你们一定听过所谓的防溺10招。我讲真的，那哪10招我背不起来。但是真正重点不是这防溺10招是哪招，真正的重点还是我们自身的态度。其实讲真的，那防溺10招写的内容完全没什么特别，没有什么很新颖的绝招，很新颖的招式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方法。他一样告诉你下水前要热身，他告诉你不要跳水，不要做危险动作，他告诉你身体状况不好，喝酒或者是刚吃饱饭不要下水戏水，他告诉你一定要选择安全的水域，有救生员的水域，公告的危险区域或是有警告不要戏水的地方，你不要去那个地方游泳。其实你会发现，通通是一些很简单很基础，所有人都知道的招式，但问题是很多人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这些招式我们听的都是耳熟能详，但是你不在意它，你就觉得说啊，这没有什么啊，这看起来风平浪静的水面我是可以处理的，你就因此掉了信心，你反而才会因此溺水。会不会溺水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会游泳底子的人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的认为就是如此。会游泳又没有像我这种我已经见识过更可怕的东西了，你会觉得我会游泳，我游得很好，所以呢我掉到水里我自己有办法。你没有见识过那些没有救生员的开放水域，他们有多么的恐怖，你太看得起自己的力量。我认为如果今天没有救生员，你没有无惧，其实你本来就不应该去靠近那些有危险的水域。那到底哪里是有危险的水域？其实政府网站上面都有公告，关于防溺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领。要注意的事情大家老早就知道，都是老生常谈，重点还是你有没有实做它。就像我每次都会跟人家讲，到了陌生环境记得去看一下出入口在哪里，我们都听过，我们都知道，但问题是你知道之后你有没有做到。其实我们看到人溺水的时候，跟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看到电视电影也好，如果有人出现溺水的时候，他都会是什么反应？就大喊，然后呢还会在水面上就是挥舞着他的手，然后挥个几下他就沉下去。是的。然后他说其实呢真正溺水的人呢，你从水面上是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举动，这样的行为。这个人他真正溺水的时候，他其实反射动作，他嘴巴张开只是为了要呼吸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发出任何的喊叫或是求救声。对，因为你一旦要用声带，你就没办法吞东西。没错，溺水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场面，他这时候他的四肢其实会僵硬，是没有办法让他还能够在水面上挥动他的手，所以你其实也看不到什么浪花。甚至有人说，其实你从他旁边3公尺的地方经过，你都不见得会发现那个人是溺水。那我当时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，我在警专上游泳课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在游到一半游到中间时，我忽然间2只脚的小腿很严重的抽筋，然后呢我接下来就开始往下沉。我抽筋的当下我其实也吓到，加上脚真的很痛，所以呢我其实发现我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划水把我撑在水面上。当我脚尖碰到石面底下时，我还把我的头抬起来，尽量维持说我还能够呼吸，对，不会吸到水。然后其实这时候我有同学从我旁边游过去，他看到我，结果他只丢了一句说，我也想到你会做这种事情。什么事？然后就游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我那是我是一次很接近要溺水的情况，但是我觉得我算是因为仗着自己身高够高，加上也够冷静，然后等自己的脚的状况缓和，然后才游到岸边。
然后呢，重点来了，就是他刚刚讲到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找了我那个同学，我问他说：“我其实刚才小抽筋在下沉，你知不知道？”他说他完全不知道。他说他以为我在游泳池中间尿尿，因为我当时挣扎的时候脸露出来，露出了一副在便秘的表情。所以我讲真的，他说你真的溺水的人，旁边的人经过，他完全没察觉到，我其实相信。那我后来讲到我当消防队之后，我不是去受了这个水上救生员的训练嘛？那同时后来去参加救助队训练的时候，又做了那种野外水域、开放水域的救生训练。那其实当时还讲到一个概念，他说如果你今天游到那个溺者周围的时候啊，他说你不要马上靠近他，因为他说你这个时候溺者一定会很激烈的反扑，因为那个是他生死一瞬间的最后稻草。他说你如果这个时候马上去接近他，可能我们连救援者都会被拖下去。去救助队训练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就是野外的水域救生，那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在游泳池里面做训练，那个就是你说的开放性水域的。没错。那我在开放区水域的时候，我们会教很多的救生的技巧，但是呢没有一项是徒手下水救生的，我们全部靠器材，我们靠绳索，靠船艇。好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了，器材救生永远是优于徒手救生，多人救生一定优于单人救生，岸上救生一定是优于下水救生。所以即便你是游泳国手，你只要手上没有器材，你都非常强烈不建议你跳下水去救人。没错，你如果有器材能够选择的话，徒手下水救生都不是你的第一选项。大部分的救生员啊那些情况，现在他其实旁边都还是会准备浮具，如果距离近一点啦，直接伸过去让他拉着把他拉过来，远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丢过去。我自从去了救助训，见识过野外水域之后，我真的发现到我以前学的游泳在开放水域眼里通通不堪一击。所以我说我们那时候去野外水域训练的时候啊，我们大部分都是训练说我们怎么架绳结，让这个绳索可以去拖动我们的船艇，然后用船艇去救到那些受困在沙洲上受困在石堆上的人。然后呢，有人如果说真的是已经掉到水里了，我们会用一个就是抛绳带把那个绳索丢到那个人身上，让他抓着绳子，我们把他拉回来，一样都不是叫我们跳下去救他。好，所以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防溺的事情。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你知道哪些地方是危险水域吗？欢迎底下留言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呢，我正在游的当中，然后就被一个小女生被她拿下水。那我也没办法讲，可是我有听到她讲话，我有听到她一直讲，就我这样子，我拉她我也起不来，可是她又一直把我压得很下去，所以我吃了超多水。后来是教练老师跳进来把我们救起来，真的也很惊险，很惊讶。可自此之后我就再也不去游，就我妈再怎么把我叫起床，死拖活拉不去，一天就是一定固定时间还是会叫我起床，可是我不去就是不去，真的是吓到。